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生元气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欢迎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我们的第1赛段双人成行赛即将继续。你永远不知道你对面的那个人他在经历一些什么。我做到了，我体面的回来了。是你做宝宝。我激活了22年的记忆。怕你飞远去，难受，难受，更难受。沙老师在干什么？干嘛？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欢迎各位。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我们的第1赛段双人成行赛即将继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要对阵的是哪些朋友，掌声欢迎第1支小队的季业和李文。将要和他们对战的小队小武和世越。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他身上总是充满着很强大的能量，不仅仅是那个囊人，也是那个农人。掌声欢迎季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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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季业。特别开心，我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性格，有点想挖掘自己了。有人挖掘过自己吗？我以为会很难的，当我
低估了自己的浅薄呀。我太好挖了，我说到底怎么挖掘自己？你挖到底了。说实话，其实不用我挖，观众都看出来了。上了2年节目，得到统一的评价就是浮夸，只会大喊大叫，说如听祭叶，耳赞聋啊。观众眼睛太毒了，说实话，录节目就是我最浮夸的时候，一有镜头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有的选手淘汰了，我直接就能起情绪，我说为什么呀？到底懂不懂喜剧啊？有人晋级了，我也会大力的鼓掌，我说他值得，他的票也太高了，他终于被看见了，他终于被看见了，他终于被看见了，这是在照顾不同的机位。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看见，我肯定能被看见。但说实话，我还是很感谢节目组的，没有恶意的剪辑我。但凡把我的素材放到其他节目，随便恶剪的呀。哎，别人夺冠你就剪我的愤怒，为什么？到底懂不懂喜剧啊？有人淘汰了就剪我鼓掌，他值得，他的票也太高了，他终于被看见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表演型人格，但我一查，表演型人格是贬义词，我不算。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跟你们讲，大学军训结束，我们跟教官告别，为了显得自己很重感情，我哭得特别狠，特别狠。最后我是被班长和团支书架着扶回宿舍的，别人以为我们教官牺牲了。但那天都不是我的大哭，我的大哭是在高一，学校搞感恩教育，让我们感恩父母。那次我是动真情了，我哭得都抽抽，甚至我爸妈都没有来。同学关心我啊，你是孤儿啊。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因为小时候很容易被忽略，上课提问老师从来没有点过我的名字，直到3年级的一次公开课。有人上过公开课吗？就是一堆老师参观一个老师上课。那次老师不小心点到我了，我直接我说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我平时是可以正常讲话的，那天不知道怎么就入戏了，老师也跟着我飙戏说姐真棒。别人都看傻了，说这不是公开课吗？怎么变成公立开课了？但是你们知道被人夸的感觉好爽，好爽。后来每次公开课我都特别的积极，我说公开课就是我的公演。我说老师是班里的主心骨，我是老师的老戏骨。别的老师都奇怪说这孩子上课这么积极，怎么学习这么差呢？他们还问基业哪个班，我说无限超越班。成年之后我也是，朋友们，成年之后我就把浮夸的天赋带到了职场。我用浮夸舔老板，我酒后夸老板，因为喝多了夸人显真诚。当时有次团建，我直接就张总您就是最牛的，我就是最油的。我知道你们听起来难受，是不是听起来这个故事跟浮夸没什么关系，是不是？但其实说实话，我没喝酒，我滴酒未沾。我当时演的上头了，我直接骂他的死对头，我说那个刘志刚凭什么跟您竞争啊？刘志刚就是个垃圾。旁边同事吓坏了，说这是喝了多少啊？1瓶椰汁。后来张总真的就记住我了，半年之后他就被裁了，我就被调到了刘志刚的部门，这也是我登上舞台的原因。但朋友们，现在浮夸确实是我获得关注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我唯一的手段。所以我真的打心眼里，我羡慕那些长得好看的人，他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镜头就会对准他们，他们获得关注都不用发出任何声音的。所以你们能理解你们现场你们为什么能来录制？你知不知道问你们收照片了，对不对？难道是因为你们热爱脱口秀吗？是因为你们好看。哎呦，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灯会拍在夸观众上面？没有为什么，浮夸，我完了。但我无所谓，我就这么一个浮夸的人，朋友们。所以我不理解，朋友们，我真的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帅哥要来讲脱口秀。你们在幽默什么呀？老天爷不是给你脸了吗？说谁心里清楚。所以我要镜头的话，只能靠抢镜。我真的很想去歌手2026当观众，因为那里有500个跟我一样的人，我觉得没人能演得过我的。即便台上唱的是2只老虎，我也能热泪盈眶啊。2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怎么会这么奇怪？能听出来，朋友们，我只能当那种浮夸的农人，我淡不了，我怕我一旦观众说你装什么呀，所以每次我演出使的劲儿都特别大，你们也能感受出来啊。因为我是觉得我必须浮夸，你像帅哥不理人，别人会说他生性不爱笑。我要不理人基业，你天生没礼貌。因为我觉得我演不好，观众你可以骂我，但是不能不提我。确实现在有人提起来骂我，说聒噪，他更喜欢那种4两拨千斤的表演风格，那是因为他们拨得动。我这4两拨千斤，千斤就散尽了。我4两只能拨轻拨，我拨不了，我只能拔，干拔。没有办法。而且你知道，我不光在舞台上，我生活里有时候为了交朋友，也很愿意夸别人，但是有时候夸多了就没人信，他们背后说季业这个人假。我说我是真心的，他们说真的假，很委屈。我说只是我们情绪价值的汇率不同，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我说太棒了，其实就是 OK。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困扰，因为有的朋友熟了之后，他们会自己兑换汇率，说新来的老板人品非常差，有多差？哎，季业说还行。但我知道这个性格肯定是有人不太喜欢，因为咱们都讨厌那种哗众取宠的人。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浮夸感到羞耻。有人喜欢安静，会不会就有人喜欢浮夸？主要我现在很享受 ，enjoying。我现在甚至很能共情癞蛤蟆。我说他呱呱呱呱呱呱的叫，他可能不是想吃天鹅肉的，会不会就是爱叫呢？但我也没有想要当主角的意思，我今年来就是想做好一片绿叶。我不奢求得到所有人的关注，我只希望路人在欣赏花的同时，心里能嘀咕一句说：“哦，这片叶子长得还行哎，我要记住这片绿叶，我要记叶。”但如果朋友们，如果播出之后还是有人讨厌我，那我只能跟你们说：有人骂我就会讲当心猫要来。杨秋乃與孟靜與邊達把手理財，你當我係浮誇吧？哦，浮夸那首歌。哦，对，夸张激昂我害怕。我知道上面那一段懂粤语的和不懂粤语的应该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今年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要做大娱乐家。谢谢大家，我是天。大娱乐家，大娱乐家，你也真诚一把，真诚。这词儿再练一下。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
抓紧投，要不就昏倒了。锁票倒计时。掌声送给七爷。来，妮儿姐为什么在那个点上拍的？我也 enjoy。Me too, me too。姐，我想问你累不累？哦，问到点子上了。我最怕这种问题。他们在乎我飞得高不高，闫妮老师在乎我累不累。我说我不累，佟掌柜。你不累，我也不累。你不累？你刚才脑子都缺氧了，你还不累？我在你的浮夸中，我还是看到了有你浮夸的节奏，是像一个音乐一样，是属于你自己的乐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个人认为啊，王基业咱们也认识好几年了，对不对？以前你只是王基业，现在你是王继业，就是发生了什么没有？当我看鲁豫老师还说，怎么就是他以前有点这个有点的意思。但是以前可能1.0，现在可能都3.0了，已经。分享一下这一年怎么了？就是我们还是想知道一下。我一直没有在台上放得很开。我其实是去年大家应该记得我乐队中心那一段，那一段是我节目上我演的最舒服的一段。我一直想今年续上那个气，所以今年我赛前的目标就是定着要在台上玩起来。但其实今天还是拘着的，但我还稍微打开一点了。就是下回倒立演好不好？就是唱歌 OK， 单手伏地这么演。哇塞，杂技好，我练一练，我练一练。但我觉得就是得打开一下，要不然会太紧绷。你弥补了徐志胜的嗓音，非常好。而且中间那段还提醒了我们，就是说那个两只老虎，就是往深情上演。其实你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可以，对。你激发了我，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淡泊名利，完全可以唱小毛驴。我有一只小毛驴，但我从来都不骑。对。我觉得这场演出灯拍的吧，反正就是有点鲁莽，但是我觉得你值得这个灯，我觉得值得这个灯啊！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完全值得。就是我就好奇的就是刚才那一段粤语啊，就懂粤语和不懂粤语的可能都还好，但是歌手有点难受。就听完总是觉得，难受。我鼓你，怕你飞远去，这个可以吗？还更难受。OK。我是被他在舞台上完全释放自己，就是拼了那种感觉。对，他把我完全给赢过去了。因为在最开始的1分钟的时候，这场子有点难演，但是基业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不管怎么样，他要牺牲自己，要把场子热起来，所以那一刻是很打动人的。然后中间到了某一个阶段，神奇的改变就发生了。你能感到观众一个一个，包括我们几个人一个一个被他赢过去了。是。其实那一刻我们为什么一个一个拍灯，就是我想在那一刻告诉他，你赢得了我们，那种感觉特别动人，我觉得。谢谢鲁豫老师。行了，现在头晕吗？现在好多了啊，好多了也下去休息一下。OK， 好吧，掌声送给基业。加油我，好，加油，加油！太厉害了！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风格，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稍微平静一下啊？好。下面一位是一位新演员啊，但是他是一个反差感很强的人，有请小武。Hello， 大家好。谢谢，我差点没人搭理我。谢谢。然后我是新人演员嘛，我其实很害怕这个舞台，因为它太大了啊，我根本感觉很失控感很强，我感觉我声音都在发抖，因为我第一次给坑里面的观众讲脱口秀。我是一个陕西人。
现在不是很紧张了。我在生活里呢是一个比较喜欢精打细算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打那种便宜、味道又大的臭车。之前打过一个车啊，5公里7块。哦，你听这个价格，你都能闻到那个味道。臭是臭，但真的香。我是推荐大家打臭车的。因为我感觉这个臭车司机啊，比这个专车司机都要松弛，对吧？你打专车司机只会帮你拿个行李，我打臭车司机直接问我抽烟不抽。我说我不抽，他说那我就抽了。我说你抽呗，你这个车你赶紧抽点吧。你在这个车里抽的什么烟呢？都是香烟。而且，等一下，我想一下词哈。其实我的需求很简单，能到就行，对吧？你只要够便宜，我可以自己把头伸出去呼吸的。我不喜欢那些过度的服务，比如说，我就很讨厌专车的这种微笑服务。很多中年大哥就不会微笑服务，那有些大哥走到我面前，行李箱拿起来放到后备箱才想起来要笑。你们知道那一帧有多恐怖吗？让他走过来，箱子拿起来看着我，而且平白无故价格就高出1、2倍，对吧？你感觉他笑一下就5块，那有这个价格，我坐臭车都到了。而且我这专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它就等于臭车加一个口罩。加2瓶水，加一个嘿嘿。而且它这个水的价格，你也不知道它是景区的价格还是零售店的价格，对吧？我跟你说，水里面水很深的，你这些钱都是要节约下来。但我声明一下，我这个不是抠啊。很多观众老对我有误解，我朋友之前就对我有那种刻板印象。他说你是不是那种住酒店喜欢顺家一层拖鞋那种人？不是啊，我订的酒店就没有一层拖鞋。而且我也很讨厌顺这个字眼，你知道吗？什么叫顺？那在我的那个房费里面包着，对吧？我顶多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拖鞋。所以按道理来说，我没有用这个拖鞋，你是要给我退钱的。我没有问你要钱，那是我平常奢侈惯了。很多人经常污名化我们这些会过日子的人。我这个不是小抠啊，我这个是轻奢。而且我觉得划算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多面，它不一定在消费端，对吧？生活里面的各个方面。我之前找到一个很划算的工作，在甜品店里面做甜品师啊。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一边挣钱生存，一边蹭吃甜品。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工资14块钱1小时，我说那完了，只能一边蹭吃甜品一边蹭吃水果。我那段时间每天骑车4、5公里，满头大汗去店里面，再骑车4、5公里回来，每天都是一个苦尽甘来苦尽的状态。你拍快点吧，有点吓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而且，等一下，我想一想。苦尽甘来苦尽的状态啊！再给你拍一个，对。而且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特别难，有苦说不出，因为嘴里是甜的。但是其实人家规定是不让吃的。
我这个人有原则，我就在那2个监控死角下面吃，一直吃到大学入学体检才查出来高血糖。有次店长让我们尝这个新品，他到我了，我就不想吃，因为我刚才吃饱了，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说店长，我吃不了这个里面的芒果，我这个人芒果过敏。他说你过敏啥过敏啊？我在监控里都看到了，你连芒果核你都说。我很生气，因为我能接受你讽刺我，我接受不了你分析我。要么他还说，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除了不吃榴莲啊，你是什么都吃啊。哎，我就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吃榴莲的位置才是真正的监控死角。我觉得我经常喜欢从卖家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事情是否是真的划算的，对吧？比如说我按摩的时候，我就会让这个技师阿姨给我把这个力气用大一点。你们能 get 到吗？就是什么意思？我没省钱，你也别省劲儿啊。但其实这样也不完全好，因为你会对别人的工作就造成影响。那个阿姨就看着我，她就很奇怪，她说：“怎么回事，小伙子？”一直喊疼，一直说没事。而且我也喜欢买花。那我买花的时候就很讨厌买那种鲜插花，因为你再好看的花，你买回来7、8天它就凋了，对吧？你能赏的日子也就3、4天。我买回来之后会非常焦虑，我得抓紧时间赏，我一睡醒就赏。你们有把花当过闹钟的吗？我为了划算，我买了一束棉花。我是大学的时候买的，上大学时候买回来赏了1个学期。毕业的时候都落灰了，哎，就这个花，我觉得物尽其用了，对吧？我朋友说，按照你这个没用，你毕业了应该把那个棉花摘下来，冲到你那个棉裤里面，说棉裤穿散了继续赏棉花。我不认为，这个叫抠。他还挑上了啊。然后这个段到这里其实结束了，它有一个底啊，但是我写那个底写了很久，我一直不喜欢，最后我就决定干脆我不要底了。我知道它很重要，但我不要了，因为我平常奢侈惯了。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不说往死那两下，票应该相当高，起飞都得。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武。谢谢。小武，你这个省钱的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就小学吧，有印象里面就开始。小学能怎么省呢？比如说刚开始比较省纸嘛，就是买回来的作业本，它不是第1张都要空着嘛，然后呢，我就会把第1张写着。第1张也写着，对，就是那个封面的背面。不是什么封面的背面，就第1张翻完之后，它不是有1张要空着嘛，然后我就不会空着，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告诉我的家人我很会省钱，然后我爸就会夸我。啊，你在第1页写上“家人你好，我很会省钱”，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家里头从小就是说这么教育，就是说家里要节俭，对，家里就是这个教育的方式，特别简朴。对，就是柬埔寨的，然后。小武，你最该用的是大众点评。你买东西不用听别人怎么说，但可以留下真实评价，让别人来看你怎么说。嘿，我等着你去点评生活家。很好奇，就是小武为什么不用那个提词器呢？他省电呀。为家里人想想啊，节目组都是衣食父母啊。你格局好大，
但是那个提词器它不显示字，它也在用电。没事儿，不在乎这事儿了。为什么不用提词器？因为我表演的时候需要专心啊。对，然后我看那个词的话，我就会不看观众，我就看不到他们，然后我就有点不专心。刚才小五一上来，大家说哇好帅，我就特意看了一下张俊，他就。是。然后说到一半，他就开始。装啊！雄竞。他其实说第一个梗我就想拍了，他说那个我不太习惯给坐在坑里的人，然后说陕西。其实那会儿我想拍，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一个线上首秀，很好，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我觉得他都很好。谢谢。但其实我想问问娘娘，就娘娘，你可以从一个就是资深演员角度，如果在舞台上，如果比如你碰到那样情况，你会怎么办？比如突然你真的有一点忘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它？二胡，因为娘娘回答。我应该会掏小抄吧，应该啊。但我觉得小武老师演的那个劲儿，就是没有放得很大，很淡定，就是这个节奏还是很稳的，就显得基业特别的心酸。没有。其实小五压力很大的，就前面感觉刚演完一个巨兽。对，因为当我知道我匹配到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接不住他。但是我觉得你稳定了自己的那个风格，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你没有被他影响。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翻了。听到鲁豫这会儿用着季业的梗来夸着小五，哇哦，更心酸了。2只老虎跑得快。对呀，我想说，因为从季业到小五，你们俩是从繁到简哈，所以我也就。又是一个。是哪个烦呀？是哪个烦呀？是那个一个火一个叶的烦吗？还是平凡的凡？好，那就我就说我讨厌帅哥嘛。我就说我讨厌帅哥嘛，我就哎呀。季业，繁花很好的。没有，我觉得小武老师还是一个人又非常帅，非常幽默。你刚才不拿麦不是这样说的。我讨厌你。对，要火药味儿。好，那个繁花上台。目前笑团打出来的是相同的票数，我们来看现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他们两个的分值分别是。不好说。但是小五忘词确实有点影响。太好了，没问题。很棒了，很棒，一定很不错。舞台上像他这款的不是很多，就是一个青春洋溢的一个男孩，然后讲着一些并不沉重的话题，但是又很生活的。对于我来说，票数啊已经算很高了。我会觉得票数高，就是因为观众包容嘛，要不然就是很糟糕的一场演出这样子。说实话啊，忘词是我真替他捏把汗。而且，等一下，我想一想。但是很快的把那个点直接点破了，直接说出，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而且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特别难，包括台下他也是很松弛的。
一边挣钱生存，一边蹭吃甜品。这什么意思？路由器。我其实还是挺享受的。我的这一次表演，即使不完美，因为我第一次给坑里面的观众讲脱口秀，但也是我和观众建立连接的过程。每天都是一个苦尽甘来苦尽的状态。我会继续努力。我看我自己票数其实是没有到我预期的，我也没法判断我第一赛段跟大家聊我自己的性格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上了2年节目，得到统一的评价就是浮夸。季业其实跟他的稿子里很符合，喜欢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对他非常的热情，每次一见面就会把你给抱住，还要牵着手。因为以前湖南他们，我老问他为什么带麦，谁没有带麦？快！很愿意把大家组在一起，既有能量又愿意去照顾大家，拍得非常好，我的天，你做内容太好了，我觉得是完全是文学创作了。假如季业跟你说这个，你真好，你真棒，你可能不好不棒，但是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一直在说自己浮夸吗？浮夸，季业是浮夸的呀，是浮夸的。浮夸不代表不是好人，浮夸是他的安全感吧。我不太会拒绝别人，你总感觉拒绝这个词儿是坏人才会做的事儿。我在意别人的看法，我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形象，我相当在意。有时候甚至会硬着头皮，为了去保持这个形象，我就不想让这个场子冷下来。干嘛？它是一种保护策略，或者它是一种生存策略。他真正的那种无力感，实打实的照进现实了。季业和我觉得他俩那种相克又相互成就。虽然我写这段其实是想给自己力量的，但是讲完之后发现我写的还是很有预见性的呀。我其实是内心是羡慕他们这种人的。我不敢在台上等，停，松弛，我是得很使劲儿才勉强让他们能调动一点气氛。结果段子里说我说4两拨千斤，我觉得我真是千斤都拨不动这4两，我得喝4两才能平复这个心情，这就是我的处境。但这不是观众的问题，只是可能这是我的课题吧。做大娱乐家，谢啦，我是见。季业为自己的小分队得到了1分。同时，小武，喂，你的这种由繁到简的表演非常打动人哦，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武。季业的这支小队马上要派出的演员，虽然是老朋友，但是有新面貌。掌声欢迎李文。嗨，朋友们，好久不见，你们好吗？好。要和李文1v1的，又是一位新朋友，他要分享的是生活里的小烦恼。掌声欢迎世越。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世越。跟大家聊一点我的穿搭的小困扰啊，因为我有点身体缺陷，后面观众可能看不到，我有点大小脚啊，当然前面也看不到，我穿着鞋呢，你们也不用伸着脖子看啊，没有霸王龙那么明显。我不是说后面2只脚巨无霸，前面就2根薯条，就差了半个码，鞋合不合适只有右脚知道。网上说你可以把你宽松的鞋多垫几个鞋垫儿，大小脚解决了，
改长短腿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长得这么不均匀，难道是因为我喜欢侧躺，导致我右边的生长激素呀有顶端优势？好，谢谢谢谢。是不是还紧张？紧张，他嘴唇都哆嗦。紧张，嘴都哆。其实大家肯定都听过一个著名的大小脚的故事，灰姑娘。你看你们有人没看懂灰姑娘？这是暗线。正常人谁会跑步只跑掉一只鞋呢？我会，我懂灰姑娘。那是一次高中的激情跑操，一共要跑1000米，我的左脚只有前20米穿着鞋。因为同学们激情跑操最大的激情是找我的鞋。我每次看到我的鞋，我说原来在这儿呢。其他同学看到说原来在这儿呢，哎，走你。所以那天跑操，我跟我的鞋它属于是各跑各的，特别效应到小学数学里边的追击问题。注意听题啊，说诗雨跟他的鞋同时出发，1分钟以后第一次相遇，5分钟以后第2次相遇。问他的同学为什么这么欠？我怀疑他们都不识数，数是鞋的英文啊。不识数。我很严谨，我用的是单数形式。因为我只掉了一只鞋，是吧？我当时真的很希望有个童话里边的公主，她拿着鞋过来找到我，说：“亲爱的王子，这是你掉的红心某课吗？”我穿衣服也有点小缺陷，买过那种矮个子显高穿搭，显得更矮了。因为我的肩膀在很窄的基础上，它还溜肩。他们怂我说你溜肩你就谈不了浪漫的爱情，因为女生往你的肩膀上一靠呀，就会滑下去。他就会意识到有些男的是真的靠不住。我之前拍演出的宣传照，造型师说溜肩没事，我给你爆改，改到你妈都认不出来。一开始给我搭了一个棕黄色的大衣，溜肩穿上之后，大衣都变长了，往那儿一站，像一个削尖的2 B 铅笔。受不了，真的。他们还说：“哎呦，这是像偷穿你爸的衣服。”我说：“笑死，我爸还没我高。我爸穿上之后才像是偷穿他爸的衣服，他爸也没他高。我们家属于俄罗斯套爸。”然后后面给我搭了一个带垫肩的西装，穿上之后惊喜地发现垫肩它没有垫在我的肩上，磁悬浮垫肩。因为我的肩膀在又窄又溜的基础上，它还内扣。这个就会导致我的手放起来老是在前面，就会显得我这个人哦特别有礼貌。然后再配上那个西装，他们说我是天选前台。最后给我搭了一个衬衫，他们也没有专业的肩垫，给我塞了2个浴球，跟俩驼峰一样。而且浴球这玩意儿大家洗过澡的都知道，你不加沐浴露它也滑，尤其是放在我的溜肩上。摄影师说你动作能不能自然一点，我非常自然地摆出了礼貌的前台姿势，肩膀一内扣，2个浴球在前面相遇了。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爆改了。我说我妈肯定是认不出来了呀。其实我就是骨架比较小，去健身就可以做到穿衣显瘦，脱衣快穿上吧，快穿上吧。谁家小孩啊？他们建议我做一个小码男装，我说哥们儿，那就是童装。
所以我就去店里边买衣服。我觉得导购会总结你的优点，他善于发现美。他说你个子高，你身材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他很有礼貌，但是他发现我没有那种显而易见的穿搭优点。他试图总结，然后他就从下往上开始打量我，目光停在我的溜肩上，没停住。让他大跌眼镜。但是他很有职业素养，他说：“小伙子，咱们家的衣服非常适合你，咱们家的衣服他不挑人。”我心想你骂人还挺脏的。他不挑人，是我买他还是他买我呀？他有什么资格挑呀？他是怕跟了我以后我给不了他想要的洗衣液吗？但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对衣服非常好，从来没有亏待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跟着我混啊，我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可以说有我一口面就有他一口汤。后面的导购给我说：“小伙子，搭条裤子吧，咱们家这裤子非常适合你。咱们家这裤子啊，他不挑衣服呀。”我说：“你等会儿啊，不是，那咱们家东西都这么有主观能动性吗？”我本来买衣服就没买到合适的，朋友听完这个故事还会凭空想象我的穿搭困扰。他们说你这个溜肩，应该穿不了吊带儿吧？我说你先别管我能不能穿得了，我为什么要穿吊带儿啊？我穿老头背心儿不好吗？更荒谬是有热心的观众姐妹听完之后真的给我建议，说溜肩啊，你得穿挂脖吊带儿。然后这个溜肩段子本来写完之后拿给导演组看啊，他们说你讲溜肩啊，这个是根本没有人关注的一个破事儿。他说现在脱口秀的舞台，别人都在讲什么抑郁、穷苦、残疾啊，你上来说我溜肩，说你活了20多年就这么点困扰吗？我听完最大的困扰是，难道只有惨才值得讲吗？那我就来了。我是来自大山的留守儿童。我从小营养不良，还要帮家里边干农活，所以我身材矮小还溜肩。我从小到大，是生活的苦难压垮了我的肩膀。我溜的是大山的轮廓。这样是不是好多了吧？因为我就是个情绪比较淡的人，我觉得我们这种微狭的人类啊，也值得被关注。比如什么溜肩、大小脚、长短腿。如果你觉得讲这些是破事没有意义，那我只能说我这个段子啊，它不挑人。好，谢谢大家，我是诗雨，谢谢大家。锁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你好，诗雨老师。首先，我不觉得原生家庭就比溜肩更值得诉说。感觉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他的原生肩膀有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因为原生家庭有问题，你至少可以逃离。我怎么更绝望了呢？对，我就是这个点拍的。所有的小问题可能放在别人身上，他觉得是个小问题，但那个小问题如果在自己非常介意的那个点，那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对呀，这事儿肯定以前困扰过你，对不对？对，因为我如果长得跟小五那么帅，我就不关注这个了。对，你要越说越溜，感觉越说越溜。就是之前没感觉那么溜，就是越看越溜，现在感觉是个纸飞机一样。哎，但是就是却有什么困扰？就是背书包会往外滑吗？对，是。你看看，其实很多话他这都不成立。牛顿不是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吗？前人是溜肩膀，怎么站呀？立足点都不准，站不住啊！再次把掌声送给石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世玉印象挺深刻的，觉得这挺老实，然后挺好笑，又老实又好笑。反正你脱口秀写段子不就是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别人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写，但你真的能写出来，就得做到这样，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了，然后他就是把这点给做到了。同时，3位请上台，李文和世玉他们的得分情况是。让我们恭喜晋级的是小武和季烨。同时，李文和世玉要进入到待定状态。小武和季烨晋级，恭喜2位。恭喜！真稳，气质很帅，气质很帅，真的。最后世玉跟李文的晋级结果出来，小武当时反应过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吗？很奇怪的感觉，哪里奇怪？有点泪目，就是。你晋级了啊？咱们是分高的结束。因为那个规则我们是第一组这样子经历的。啊，对，我们是第一组触发这个机制的。对，所以我当时没有缓过来，他脑子很快他就算过来了。其实最后一刀就在自己队友身上，就是说刀完对手马上就要刀队友，然后第一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真的很难接受。那一瞬间他的不确定性其实是非常大，就很慌。其实，哎呀，我真挺想坐那沙发的，没有。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对彼此说的话吗？我觉得世玉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吧。好，那咱总决赛见吧。可以。世玉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还说啊，那第4轮见。你能不能那个不要这么功利啊？你说点实际的啊。演出费分你一半。马上要进入到下一波1v1的朋友，先请出第一支小队，来吧。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的是王颖、小杜。太抽象了。要和他们1v1对抗的，掌声欢迎陆恒、翟晓明。为什么就一个人忙啊？对，就一个人忙。这2组的 pose 都好抽象啊。第一位要出场的，去年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自己得乳腺癌的故事。那么他的生活在今年又会有哪些新变化？欢迎王颖。大家好，我叫王颖。掌声送给王颖，谢谢王颖。要来和王颖1v1的这位朋友来自广西，掌声欢迎陆恒。Hello， 大家好，我叫陆恒。我来自广西柳州啊。对柳州有什么刻板印象吗，朋友们？我很讨厌这个刻板印象，因为别人觉得柳州人就会吃螺蛳粉，只会卖螺蛳粉，好像就没有其他工作一样。我不知道其他人在柳州是做什么的，反正我是卖螺蛳粉的。我是第一次做老板啊，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招工就写了一行字，工资3000到1万。哇！当天来了3个阿姨问我怎么才能到1万，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说你们一定想到1万也行，可能自己要贴7000块钱。我学了5天就开业了，我对外宣传也是非常的中肯，100年老店。
祖传秘方。开业当天来了很多客人，说实话，我都不是很会煮粉，因为这5天只学了熬汤。3个阿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会。最可怕的是我们那个还是开放式的厨房。哦。哇，当天很多客人在这边排队看我煮粉，3个阿姨也没闲着，在这边排队看。我特别紧张，我从没想过那个粉能那么难夹。如果不是因为客人太多，我都想用手直接抓。出餐太慢了，我都听到有人在后面拍大腿。哎呦，油！哎，他油这声，你感觉他就要冲进来一样。他说了一句话最扎我的心，他说：“到底会不会煮粉了啦？”当时阿姨都害怕，就开始劝他们说：“哎呦，你们别急的，他真不会。那他不会，你们3个就上。”说的好像我们又会一样，谁都不会。干了6年多，凭什么我们会送东西？鸭脚、卤蛋、豆奶天天送，送着送着就把对面的几家都送走了。最主要是降价啊，一般柳州别人就卖8块，对吧？我刚开业我就卖6块。后来有人很过分，卖5块钱，真的太卷太过分了。我都天天去他们家吃。甚至人来我家吃，我都想你去他家吃得了，给1块钱给我就行了。这样子就能挣1块钱。我们的店名叫什么？叫勿忘初心原汤螺蛳粉。哇，我觉得真的太符合我们的气质了。我们真的非常的粗心。这个不好笑吗？这句话我想了2个礼拜，这句话。我们有多粗心呢？外卖没有配菜，直接就送过去了。配菜是螺蛳粉的灵魂。当天我不知道，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老板，你们家螺蛳粉是真有特色啊。”我笑了出来，我说：“那当然了，没点东西能干那么久吗？”他问我连配菜都没有啊。我当时都懵了，我一直在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问我对不起就完了。我说我们真不是人。您今天想公了还是私了？他说这个都能公了，报警抓你啊！我说不是公了，现在我装这个配菜送过去给你。他说算了，他不想看见我。他问我怎么私了，我说私了那就太简单了，你自己将就着吃。当时我还顺嘴说了一句，我说如果您今天觉得好吃，就帮我宣传一下吧。讲完我自己脸都红了，我心想完了。第2天肯定是个差评，我去看了，它是一个好评。他是这么说的：这家螺蛳粉虽然没有配菜，老板还要我帮他宣传。我们在大众点评有个评论是非常的厉害，我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看，他是这么说的：家人们，在柳州螺蛳粉爆火的这个年代，只有这家粉店是不用排队的。我们太害怕评论，也非常害怕备注，因为备注字很小，他也很过分。他说：“老板，我们从来不是麻烦人的人，但今天想麻烦你一下。”那什么意思嘛？我就不是人呢？能给一个大一点的猪脚吗？好人一生平安。什么叫好人一生平安？猪脚小了就不是好人了。就因为最后这句话，现在我过马路我都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店里猪脚确实都挺小的，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被车子撞到了，他过来跟我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撞了你。”我说：“那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猪脚给小了。”我之前还接到过一个客人的电话，他说：“老板，你们家螺蛳粉是真的硬啊。”这种一定是吃霸王餐了，对吧？外卖从煮好到送过去最少半个小时，没有谁家的粉能硬这么久。他跟我说就你嘴硬是吧？给我拍了个照片，粉都没有煮。因为别人备注的是生菜，他们看成了生粉。经常做错粉，做错粉怎么办？那就我吃。特
特别是那些不要葱的，因为葱花一旦放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对吧？吃到我都害怕了，我就教他们，我说以后还有那种不要葱的，你夹配菜的时候在嘴里念不要葱，不要葱，不要葱就行了。OK， 第二天就照做了，不要葱，不要葱，不要葱。哎呀，哎呀是什么东西？哎呀，哎呀就是又放错了呗。他说没事，老板这一碗就麻烦你自己将就吃吧。我说上一碗别人不要辣的，我现在都还没吃完呢。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以前也是不吃辣的。我现在不忌口，我一天最多听到过6个哎呀，就是现在我听到那种哎呀，我都有那种饱腹感，你们知道吗？有一天，他又很开心的跑过来跟我说：“老板，刚才我做错了一碗不要葱的，但是你不用害怕，我已经解决了。”我说：“你是怎么解决？”他说：“你不用管。”过了不到10分钟，我接到客人的电话，他说：“你们是真聪明，我都备注了不要葱，不要葱，吃了会死。你们放进去就算了，竟然还帮我把它埋在下面。”我被他骂了很久，很久。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总能不小心把葱花放进去，就不能不小心把猪脚给放进去？我说猪脚就算我们不小心放进去了，我们也很容易就拿出来。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也知道我是卖螺蛳粉的，对吧？这个演出不会让你们白看，好不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柳州的话，拿着任何的一张脱口秀门票都可以到我的店里啊，这个门票非常的关键。我跟阿姨说过了，能换一份豆腐泡，但我求大家一件事，不要只换一份豆腐泡。吃一碗粉行不行？因为有一天阿姨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老板，今天有人来换了2份豆腐泡，他就走了。”现在在柳州卖螺蛳粉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所以我经常要出来演出，挣钱养家，然后顺便养这3个阿姨。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去柳州的话，我真的推荐你们去吃一家螺蛳粉，特别的好吃，就是有一家叫勿忘初心原汤螺蛳粉的，赶紧去好吧，去晚了可能就倒闭了，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陆恒。陆恒除了螺蛳粉的店，在柳州还开了那个脱口秀的俱乐部。对，那个俱乐部开的怎么样？不，只为提供我上台而已，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不开就没有上台的机会。但是那个螺蛳粉店其实经营的挺好的，是不是？以前挺好。我一开始以为他会讲螺蛳粉，我们能想到那些跟刻板印象相关的一些梗，但他完全超出预期。他在讲一个螺蛳粉店，然后讲跟人之间的关系，讲一些人在饮食上的一些很特别的要求。他讲的段子超出我预期的时候，你手下你就本能的想去拍那个灯。我看陆恒老师演出，我就想起梁海源。但是海源老师现在普通话也进步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生活化的段子，然后能了解很多别人的生活细节，娓娓道来的讲一个开螺蛳粉店的经历，我觉得也很美。谢谢。我原来在一个小店里哈，我记得我去吃饭，有一个就是那个服务员说拍张照片吧，哎呀，我说我这个样子我平时也不，我说拍不了，他说给我的菜拍张照片，我以为他找我拍照片。
所以你那种状态，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对，特别棒。虽然有点紧张，但是陆恒第一次来到节目，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现。啊，谢谢谢谢。同时，我们要请王颖重新回到台上，他们各自得到的票数是。陆恒158在和王颖的1v1当中处于领先的位置。来，两位都回到位置上来等待最后的结果。王颖团队的下一位演员，一位新。摔不着，大家看到了吧？风格很独特，太好了，已经开灯了，小，掌声欢迎小杜。嗨，朋友们，你们好吗？呀！哎，你们好啊！我是小杜，然后我跟大家聊天，聊我自己的事儿。我高一那年我就退学了啊，但我不是文盲那个赛道的。因为我退学之后出来开了一个手机店，比其他的同龄人先赚到钱了。我是企业家那个赛道的。先赚到钱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在之前的同学面前装一下，但我装的方法很单一，就是请客，什么我都请，大小我都请，吃饭我请，打球我请，连坐公交车我都请。公交车一来，我拿着卡第一个上去，我在这嘟走，嘟走，嘟走，嘟。哎，那老头回来，算，请你走吧。但也有装失败的时候。有一次在便利店排队遇到一个之前隔壁班的，我想请他，我赶紧把我那饭团放到桌上，我说一块结，结果同学把我的给结了。然后回学校之后就开始传，人还是不能退学。小杜现在已经开始要饭了。但我这2年有点装不动了，因为我个人发生一些变故，我前2年破产了。破产之后呢，我只能换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房子，但我还是赖在上海的市中心，我就住陕西南路。你们的反应我很满意。给不太了解上海朋友说一下，陕西南路以前是法租界，所以法国人走的时候在这儿留了一层薄薄的巴黎。陕西南路是他现在的名字，以前叫陕西南路。漫步在这条街上，你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看着马路两边人，你会纳闷，这帮人都不用上班吗？所有人都没什么正事儿干，下午弄杯咖啡在那晒太阳，那哇，用英语训狗 ，No lucky no。地段好，住的只能差。我现在住那种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楼梯特别窄，我44码鞋，楼梯是23码的，楼道挑高1.75米，所以这个挑高它其实是个挑低。我每次上楼，我就得先缩壳，低着头这样上去，这也是这样下来，不敢直起腰，不是怕磕脑袋，主要怕直起腰来之后捅破那层薄薄的巴黎。住的差，但是街景真挺雅的。我们家对面那个阳台，常年有一个老头会在傍晚时分在阳台上吹萨克斯。哇！我有时候就会站在窗边听一会儿，我在这儿。Bravo！ 一回头发现墙皮震下来一块儿。虽然说这个住的条件不太好，但是陕西南路这4个字真的给了我很多情绪价值。我现在最喜欢那种半生不熟的朋友过来问我，你住哪儿啊？我就会说陕西南路，他就会发出那种没见识的声音啊，一定很贵吧？我不能回答价格，因为不贵。我只能跟他说，嗨，那个通勤方便。我也看过郊区的房子，离市中心1个小时地铁，上车20分钟，我就给中介打电话，我说喂，你好，这房我不看了，通勤不方便。他说您工作地点在哪儿？我没有工作。我想想这21站，我就觉得委屈。但比较巧妙一点，就是一般问我住哪儿的朋友，他跟我的亲密度都没有这么高，他不会主动提出上楼去坐一坐，他只需要知道陕西南路这4个字就够了，因为他知道太多对我不好。但我现在最烦就是老家来朋友，这帮人就跟商量好似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上楼去看看。我怕他们知道我现在混得不好，我已经会主动请他们吃一些比较贵的餐馆了。之前我发小来，我请他吃了一个人均300的日料。你看，这就是上海现在病态的地方。你们听到300多都觉得没什么。
我看有人表情好像刚从300多的餐厅出来一样。剔牙，哎呀，这个和牛塞牙了，这个。行，你们也都挺能装的啊。别让我看你们从几毛家出来。行，就我觉得300多贵。这观众急什么呀？没人招他。坐下之后，他问我，他说：“你经常来这儿吃吗？”我说：“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会来这儿，算是个楼下食堂吧。”哎呦。人均300的日料，我们俩足足花了300多，因为我点了煎饺、炒饭、乌冬面，点刺身了，点了1份刺身。我说刺身你多吃，我住这儿我总吃，我跟这生鱼片都熟。吃完我想赶紧让他走吧，我说行啊，你回酒店吧，我也回去了。他说别，我回也没事干，我上你那屋待会儿。我听到他这话，我脑袋嗡了一下，因为在饭馆我还能吹牛，一进屋我刚才装的那些东西全部作废，进屋我都不知道让他坐哪儿。我们家就一把椅子，上面放着微波炉，我们俩只能脱了鞋坐床边，俩男的坐那儿摆腿，还挺暧昧的。我怕他突然拿外脚背勾我。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我这个发小他是个天津人，哦，我也是天津人啊，多新鲜呢，不然怎么能是发小呢？他是个天津人，他的边界感是很差的。上海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我来上海6年，我已经被改造好了，不然我这会儿已经在摁第一排观众的投票器了。我这个发小在天津里边界感都算是最差的，知道？他之前去过我别的住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副嘴脸。他一进屋会叭这样把外套甩到地上，我赶紧给他捡起来挂好。他脱鞋时踢踏舞的动作我也给他收好。他第一句话肯定是我要充电，我说充电也行，但我要先把微波炉给他拔下来，因为电压不稳会跳闸。冬天待一会儿他跟你讲冷，开着空调吧。我说冷你就穿上外套滚蛋。不行，不能这样，他是客人，得给他开。但是空调遥控器的电池还在体重秤里。开着空调，屋里肯定要干，他肯定哎呀渴，给我倒杯水吧。我想他如果一定要上去，我主动给他拿水，然后把水递给他的时候，故意手一歪，哎呀，泼到旁边接线板上，咱俩都别活了。不能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回天津去。但我又想，不行，不能今天死。这个月还有20多天，我刚交的房租。我找个理由把他糊弄过去。我跟他说：“我说今天不太方便，因为我刚才出门之前刚叫了保洁，对，而且这边有中古家具呀、白蚁呀，要消杀，对，消杀。”他说：“没事，他忙他的，咱聊咱的。”我说：“进屋就死。”我也没骗他，因为我理解消杀就是消停点，不然杀你。我为什么一定不想让他上去？因为我觉得这顿饭吃完之后，这个接待工作就已经圆满了。我对他很好，他来上海玩，我带他 City Walk， 请他喝咖啡，请他吃人均300的日料，已经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上海体验了。我把能给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了，给你好的体验你就好好享受，不该你打听的你就别打听。去迪士尼你就好好玩，你不能在合影的时候问米老鼠1个月挣多少钱。他会哭的。好，讲到这儿，朋友们，谢谢你们，下次见吧，拜拜。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杜，谢谢小杜。小杜的表演风格很独特，娘娘以前看过小杜的表演吗？啊，对，小杜是和我一届训练营的同学。你看人怎么混的？所以我第一次看小杜演出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人真的没有学过相声吗？就是因为听说过，因为咬字非常清楚啊，就是也一般，好像有人说我听过，还是那么偏的，是天津的朋友啊，对，我是天津人。对，我也觉得你很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在舞台上很放松啊，演的还都是那个带劲儿的地儿，还都挺有的。而天津的朋友本身就特别的幽默，因为北京跟天津也特别近嘛。
对，总觉得有松弛感哈，特松弛啊！我之前去天津的时候，像天津的观众朋友，哇，这样是天津的朋友说你这是哇，这才是哇，哇，这才是哇，对。我觉得他特别好，特别好一点就在于，其实他的生活方式可能跟我的是完全不同，但他讲完之后，我完全站在他这一边。哎，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啊！如果是我的话，也许我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就是在我看来这种最体面的。可能我需要去隐藏一些什么，装一些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脱口秀很高的境界。他把我给说服了。演多少场了？这些年？我最多的时候，当然那会儿也是咱们线下市场比较繁荣的时候啊。那会儿大概一年能有600场主持吧。600场，你说一年也600场。对，因为那时候经常工作日下午也是有商演的，下午晚上。对，我就是主持，就是上去就是邵刚老师这活儿啊。对，上去就问点有的没的，问人俩人什么关系啊，攻击一下人家的。你是在说你自己，还是连带着我一块儿啊？咱们不是都是主持人这一块吗？您主要说5个字，有请下一位。没有，我们不是纯报幕，也是不是穿旗袍上来那种啊。他们说你纯报幕，所以小杜我是纯报幕。说话也不招人爱听，但是也确实不会让别人记在心里，没事儿，绝对的。来，再次掌声送给小杜，谢谢你们。我觉得小杜老师就是那种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世界需要一个反派，所以我成为一个反派。你会用哪几个字形容你自己呢？怪人。生理上像个猴子的感觉。疯子。你现在队友是谁呢？我现在队友是高寒，胡说八道的。你有什么决心？击败所有对手，然后在合适的时候退赛。说点能播的呢。好嘞，我买完菜就来了。然后自大，自大我觉得是好词儿啊，它不是负面词。我觉得，因为你如果站在台上你不自大的话，你是没办法建立你的信念感的。我是企业家那个赛道的，吃饭我请，打球我请，连坐公交车我都请，我就住陕西南路。你们的反应我很满意。我觉得自大是第一位的，是很重要的。要和小杜1v1的，同样是一位这个舞台上的新演员，掌声欢迎翟晓明。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翟晓明，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给大家讲段子，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翟晓明，是山东临沂人，现在是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但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更想当一名歌星。小朋友们就是对自己也没什么很好的认知。我当时才2年级，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跟班里2个大胖小伙子直接组了一个组合，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最爱的组合的名字，我是瑟琳娜呀。我小时候听的歌跟周围的男生也不太一样，我听的都是孙燕姿、张韶涵、蔡依林，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小时候想当一名歌星，我都不是想当一名男歌星，觉得可以朝女歌星方向发展一下。我记得在我2年级的时候，我幻想我未来当歌星开万人演唱会。8岁的我写下了我未来万人演唱会的歌单：爱情36季，看我72遍，我是女生。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是女生放在我们老家太恐怖了。我们那边很讲究男子气概，然后我爸爸他就是那种特别刻板印象的山东大男子主义的家长，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必须得有男人味儿。然后有一天，他在他骄傲的儿子的抽屉里边找到了一张万人演唱会的歌单，打开一看，哟，他儿子是女生。
我小时候其实是很反对暴力，很讨厌暴力，但我爸爸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他看完那个歌单，气得直接撕碎了，走到了我的面前，跟喝多了一样，啪给了我一巴掌，说：“来，你再说一遍，来，你是什么？”朋友们，如果给我一个重新穿越回去的机会，我再给我爸一个他最想要的男人味回答，一定是我是你爹。我怎么打儿子了呀？而且我小时候看的动漫跟周围的男孩子也不一样，我不喜欢看那种男生很多的动漫。有时候课间的时候，我们会模仿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打架。你是鸣人，他是佐助，我是百变小樱。哎，百变小樱跟他们打架太吃亏了，因为我施法时间太长了。鸣人一套螺旋丸都打我脸上来了，我还在那边库洛里多的魔法卡呀。真奇怪，而且我还摊上了一个爹味很重的爹。我爸真的爹味很重，他喜欢搞教育，但他学历不是很高，搞教育等同于搞我。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他听人说孩子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走到我的面前开始装起来了。哟，儿子，给你报个兴趣班，说吧，你想学什么，老子都能给你报。我当时真的以为机会来了，我说那个爸爸，其实我长大想当一名歌星，能不能给我报一个唱歌的兴趣班？我爸一听我要当歌星，估计是想到我是女生这4个字了，表情直接变了，给我报了个别的兴趣班。但他给我报那个兴趣班也很让人费解，他给我报的是拉丁舞。他是把我按照唱跳男团的方向在打造了吗？长大之后我去问过我爸，理由也很扯淡，是因为当时山东省每年都会搞那种拉丁舞的锦标赛，但是临沂地区没有青少年参赛，我报名就是临沂第一，代表临沂出征。就出于这个理由，他真的给我报了拉丁舞。但是在山东，一个男生学拉丁舞真的还挺难的，因为基本上每个男孩子吧，家庭教育都是你必须要活得像个男人一样。我小时候因为天天跟女孩子跳舞，经常会被我们班的男生或者其他班的男生霸凌。霸凌我的理由也都挺莫名其妙的。我遇到过最莫名其妙的一个理由，是我有一个舞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结果有一天，一个高年级的男的，那种小痞子、小混混，喜欢我的舞伴，看我天天跟我舞伴跳舞，拉我舞伴的手，他吃醋了，他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因为我动了他女人的手。哎，人可装了，先找到我，兄弟啊，我们可以通过男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他要跟我斗舞。我没想到，哎，过了1个星期，他找了9个男的过来揍我了。我当时真的挺无辜的。那天刚放学，我走在校门口，9个男生直接上来把我围住了。我当时上初1，很矮很瘦，我也不会打架。9个男的这么把我一围住，说实话，我真的挺害怕的。那是我第一次比较直观的面对校园霸凌，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那个男的仗着自己人多，一句话不说，对着我直接一拳就打上来了。然后就在他出拳的一瞬间，我真的太害怕了，也可能他们真的是把我逼急了，我给他们跳了一段拉丁舞。他出拳的一瞬间，我吓得手这么展开了。我真的太害怕了，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了，我会的都用上了。但我没想到的是，我手这么一打开，他们也害怕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就那个男的，他刚要揍我，看我手猛地这么一起，他可能以为我会武术，就我把他吓得他赶紧朝后面退了2步，但他不退步，他还好。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他一退步，给了我一个错觉，就是我以为只要我跳拉丁舞，他们就会害怕的。所以接下来出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场景，就是那个男的虽然吓得退后了2步，我却逼近了他3步。
他打了我1个小节，我还了他3个8拍啊。然后我和他双目对视，我开始为了我的生命安全，在他的面前搔首弄姿。想哭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媚男过。而且我在拉丁起舞的时候，那9个男的没有1个人敢上来动我。我的舞步把9个男人原地硬控60秒。就看到他们愣在原地不敢上来打我，那一刻我其实意识到了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就是这个拉丁舞它还不能停啊。然后我就越跳越投入，越跳越带劲儿，我已经不顾对面那哥们儿的死活了，我甚至直接把我的左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这托举直接托起来，就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新舞伴了。然后我就左手以他的肩膀为支点，在9个男人中间疯狂舞动，他快吓死了。而且当时刚放学，人流量特别的大。同学们一看校门口这边9个男的围成了一个圈儿，都特别兴奋，以为放学了在里边打架的呢。好不容易挤进来一看，哟，这就是街舞啊！我跟那9个男的的心态也不一样，我怕挨揍，所以人越多，我跳得越兴奋啊！我希望被人看到。他们围成一圈要打我，我在中间疯狂起舞，那场面像在拍印度电影。我不知道我的拉丁烂不烂，但此时此刻这就是我的拉拉烂的。但让我崩溃的是，在人群当中，我看到有我认识的朋友，他们在用很诧异的眼神看我跳舞。那一刻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舞娘在给他们献舞，我想让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互殴。我不是在跳拉丁舞，我是在用一些很像拉丁舞的动作在打他们。为了让我的朋友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想了一个超邪门的招数。我开始把一些打人的动作跟我的拉丁舞步结合在了一起。就比如我在扭胯转身的一瞬间，我会很夸张的把我的胳膊抡得很圆，然后借着我扭胯的力量对着那个男人的脸这么啪这么抡上去，然后我就边扭胯边抡他脸。朋友们，你们如果说拉丁舞教会了我什么，可能就是2个字儿：抡吧。所以朋友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跟我一起抡吧。但是面对校园霸凌，咱们还是先跑吧。我先跑了，再见。来，各位为翟小平的表演投出你宝贵的一票，锁票。其实，小明是个特别优秀的编剧 ，sketch 编剧，去年的很出圈的技能五子棋的编剧。张清朝那些东西是从拉丁来的呀？这都是你的招数吗？这个不是，这个是张英潮自己想的啊。那您是想剧了个名字吗？还是说就是想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怎么？我算是那个原点是我想的，啊。
其实最开始技能五子棋，我在20年最开始是以脱口秀稿子的形式写出来，我投稿给了效果，然后没过。那我们能听听吗？就是说技能五子棋如果是个这个脱口秀版啊，对，它能是什么样啊？很尬，不是？哎呦，你还怕尬？你当着9连环的哥哥跳过这个舞蹈，你应该早就不怕尴尬这件事了。你怕个对，你还怕这些来？哦，我小时候下五子棋是家属院里出了名的厉害，因为我会技能，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称号叫围棋少年，形容我下五子棋很厉害。而我的专属技能就是静如止水。这个技能的效果是，当我在场上下棋的时候，思考时间不受限制。我经常在第一步棋就直接放大招。我的朋友还很不理解地问我：“第一步黑棋你想了快20分钟，做梦了你！”你看很尬吧？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张新超能成功，我不行。哦，但是他通过你的思路想了一堆天马行空的那些歪招，对，多亏了他呈现出来了，其实是哇，真棒！哎，既然你的第一梦想是当歌手，那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什么歌？能给我们？你肯定练过呀。我的歌品比较特殊了啊，我存在那美丽新世界，对。哦，就唱成这样还想当歌星呢？对，完全不在调上。我是 Selina。鲁豫是拍灯拍的比较靠后的。对，我最后拍的。我觉得他的描述太好了。哦，因为他那一段那个舞蹈完全是靠他用语言。你想，其实舞蹈动作应该时间不是很长，几个动作嘛。对。但他描述的时间应该比舞蹈本身发生时间是要长的。但是你不觉得枯燥？像是一个慢动作一样，他掰开揉碎的把那个动作完全是分解开来讲，我觉得非常棒。我唯一的遗憾，从你开始讲面对校园霸凌要跳舞开始，我就一直盯着你。从你做第一个动作开始，我期待你做1、2个动作。但你可能有一些紧张还是害羞，我不知道，就你没有设计在里面，这是我唯一遗憾的地方。因为最开始这个事情，我在这稿子是我去年写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好笑的，我是当我的童年创伤去聊的，然后就聊给了刚才大家也提到张新潮这个朋友嘛。就是我们有一年是本子写不出来了，然后他鼓励我挖掘一下自己童年的痛苦，我就贡献了这段童年创伤，他笑得跪在了地上，还从那边模仿拉丁舞的动作，说明哥你当时是这么跳的吗？就很奇怪，知道吧？但是他鼓励我说这个东西只有我说出来了才能去直视，因为他真的很好笑。是。来，3位朋友来到现场。我们先要看翟晓明和小杜，他们在各自的表演结束之后，现在的票数是。那都输了。哦，多了5票。翟晓明176，微弱优势，所以让我们祝贺翟晓明和陆恒成功晋级。小杜和王颖要进入待定状态。很厉害，太棒了，小明！哇，你变化太大了！真的吗？真的吗？谢谢。马上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对抗，第一小队是小块儿和陈小静。加油加油加油，块哥，加油小静姐！要和这2位进行1v1 PK 的队伍，掌声欢迎秋月、山河。
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是老朋友，同时我为什么把目光看向我们俱乐部主理人那儿呢？因为是你们的同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深圳开花俱乐部的主理人，掌声欢迎小块。泰哥，加油，快哥，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小快。哎呀，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宣传效果有多好吗？去年我们俱乐部还是亏钱厂牌，现在已经是驰名亏钱厂牌了啊！前一阵儿竟然还收到一条私信，说我是来救你的。我说谁给我发起水滴筹了吗？这是？我赶紧问，您打算怎么救？扫码还是公对公？他说：“你教我讲脱口秀，等我红了，你就活了。”你说这是什么逻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关键是他为什么觉得我能教红他呢？他该不会觉得呼兰、广智、徐志胜都是我教出来的吧？我澄清一下啊，不能说完全是我教出来的。也有他们个人的努力啊，所以我就问他，您为什么觉得自己讲脱口秀能红呢？他说，首先我的性别讲脱口秀有优势，你们猜是什么性别？都不敢说吧？我当时也不敢说。因为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脱口秀真的是一个充满了红利的行业，因为两个性别都觉得对方吃到了红利，所以我当时非常谨慎地问，您是那种本位的优势，还是那种觉醒的优势啊？他说我是不敢说出他的性别的，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舆论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以身入局了啊。然后我又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除了性别，您还有没有别的优势？他研究过脱口秀，一张嘴就知道。他说我还有8种病。我当时就没敢接着问，因为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问到最后，我只能给他一份祝福。主要是我真的不想把疾病当作捷径，我怕路径依赖。那以后写不出来稿，就去医院挂号，跟这个医生说：“您今天就给我敞开了查啊，没有病啊。那这样，您看我这2条腿，能不能给我治瘸了？stand up comedy 这么多年了，也该来点 sit down comedy 了啊。”延长职业生涯的方式就变成了缩短生涯啊！而且他8种病啊，就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你没法跟他开玩笑。虽然他刚说有8种病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要是再得1种病，不就9病成1了吗？但我也不敢说，一着急说了一句知道别人有病时绝对不该说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啊！您讲开放麦试试。然后他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说讲开放麦给多少钱？我不知道是他表达有误还是我理解错了啊，赶紧给他解释，讲开放麦写稿就行，不用给我钱。他说那我自己写稿，你给我多少钱？他问完这句话，我才知道他能成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因为能想到这种问题，他大概率是穷疯了嘛啊！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所以我就跟他说，开放麦是演员试段子的地方，所有演员都是没有演出费的。他只回复了我5个字，彻底的击溃了我，呵呵，资本家。我当时就不敢回了，但我觉得他还真的挺厉害的，一句话让资本闭嘴了啊！过了一阵，他还真的来讲开放麦了。坦白讲，我那天真的非常期待，但他的脱口秀怎么形容呢？你说他好吧，他讲的有一种那个等网约车的感觉。
这5分钟怎么这么漫长啊？但你说它不好吧？他第一个段子就是，我有8种病，再得一种就9病成1了。怎么说呢？下线是一个厂牌主理人啊。他下台以后，我还去鼓励他，我说没事儿，第一次讲凉了很正常，敢站上这个舞台你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但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他说：“你这儿的观众是不会笑吗？啊？”我告诉你，我人生中其实很少有这种时刻，就是对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接不上。幸好下一个演员上台的时候，观众突然会笑了。这时我看他在后台小声嘟囔了一句弹幕里经常出现的话：“哎，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之后的1个礼拜，他达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1个字没改，1个笑点没有的同时，一点不内耗。他属于那种外耗型人格，每次冷场都能向外归因。开场难讲，结尾观众累了，中间不是上一个演员演得太炸接不住，就是太凉了带不动，甚至有一天给我发微信说让我换个剧场，说风水不好，影响搞笑。我那天是真的忍不住了，跟他说您也可以改改稿。他说我的稿有什么可改的？我说就是2个小问题，一个文本，一个表演。发完以后，他2分钟没回我，但是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我不是忘词了啊，我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等待的氛围。终于他回了，他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利用上位者的权威对我进行打压、否定和 PUA， 想让我继续免费给你演开放麦。我当时真的震惊了，我说这外耗型人格不会也是一种病吧？受迫害妄想症。但是我第一时间的想法还是去解释，我说我真的没有 PUA 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这段确实不行。他说你这句也是 PUA。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被绕到他的逻辑陷阱里了。我试图去找到一些证据去战胜他，在那儿搜PUA 的标准是什么？你们猜标准是什么？就是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就是 PUA 了。这也太妙了，一下给我提供了灵感。我赶紧跟他说，我现在也觉得不舒服了。我觉得你是在用指责我 PUA 的方式 PUA 我，觉得不舒服谁不会啊？他说好，那咱们就让网友评评理。一下我就冷静下来了啊。是王朔，这是王朔呀。因为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老板就是过街老鼠，中年人都有爹味儿，脱口秀演员都欠收拾，所以我的互联网画像是一个欠收拾的爹味儿过街老鼠。不用网友评，我觉得我死有余辜啊。所以我当时想明白这点以后，就变得理直气壮了很多。我跟他说：“您还真当真啊？那个不用在意我的想法，我的审美啊，垃圾。我觉得很多非常红的演员全都是垃圾，但是不影响观众喜欢他们。您以后也可能变得非常红，您说有没有这个道理？”他说：“对。”那你都觉得谁垃圾啊？我就不跟你们说那几个名字了啊，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说点真话，群众也就变成坏人了啊。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其实搜索了一下如何应对这些外耗型人格，搜到的结果竟然是让我向他们学习。你说这是什么逻辑？你打不过恶龙，就跟恶龙说，您可能有所不知，我也是小龙人。
其实我非常知道外号的人会过得很快乐，但我首先是个人，所以人不能把快乐建立到他人的痛苦之上。只有一个这个内耗的人是吧？即使今天我这一轮就被淘汰了，我也不会怪任何人，因为我比了这么多年赛，我能够面对真正的原因，就是这儿风水不好啊。就讲这儿吧，谢谢各位。哎呀，齐了！马上我们就要锁票了。再次掌声送给小快。块儿哥，这个事儿是真的吗？这事儿是，但是不是一个人，他是很多个人的事，我给合在一起了，对。所以今天的这段也是小块在做主理人这么长时间之后，对，很多的心得累积起来。对，因为我发现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行业，很多人确实不太了解那个开放麦的相关的知识。其实这段呢，我还有一些那个寓教于乐的作用啊。那是。对，里边有很多像开放麦的知识和那个学习的都这些东西在里边。真正想讲脱口秀的人，一看就明白了啊。对，所以如果要是有人没看明白，是怪我们节目风水不好。那怪你。来，鲁豫。我觉得小块在去年开始就完成了一个特别神奇的蜕变，这场讲的也特别好，他做了很多的表达，通过自嘲、嘲讽的方式，我觉得非常新锐的表达，但是是在安全的，在边界之内，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很智慧的一种做法，可能的确跟他这2年做了主理人有关系哈。谦卑多了，反正是对。所以我觉得一如既往的稳，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稳。就是，哎，块哥，我多问一个闲问题，您那俱乐部到底现在是还在吧？在，但是能不能扛住就看今年的表现了。对吧？你的表现呀？我本来是想那个培养一些演员出来，但是我这个人吧也有点劣根性，就是我培养他们的时候离节目就剩2个月了，有点。现拔苗助长是吗？是这意思？我本来是觉得这个写脱口秀这东西，外人不要强行干预创作，让他们自由生长就最好。但是自由生长的确实那些演员比较讲时间短，所以我就想那个拔苗助长一下，也没拔出来，反正是对。哎，但是您这个这么难为自己的这种性格是怎么养成的呀？就是说，您明明可以，比如说自个儿上节目越来越优秀，自个儿的能力越来越强，去开自个儿的专场，对吧？这样就完了，干嘛还要非要费心费力养一俱乐部啊？说实话，就是我不想过那么无聊的人生啊，因为我如果写专场的，我人又很懒，写专场不是一个对我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 deadline 去压着我，所以我就不太愿意写。但是俱乐部这每天亏钱，你就不得不得那个，对吧？你喜欢生活所迫是吧？就是对骡子，我可能是一个对。好嘞，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块老师。哎呀，演得太紧了！哎呀，块儿哥演得太紧了，挺好是吧？马上我们要请到的是要和他进行对阵的另外一组的朋友，也是老朋友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秋月。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秋月，感谢你们，感谢秋月给我们带来他8年功绩的故事。来，块儿哥，有请。在现场观众投票之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票数结果？请看。祝贺，在这一轮1v1当中，小块处于领先状态。来，2位回到自己团队稍作休息。好的，马上就是小块这组里面的第2位演员，很难介绍他，既熟悉又陌生，到底是新
还是老？我们听他自己说。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小静。大家好，我是陈小静。站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慨。我上过第1季脱口秀大会。我是效果文化最早签约的一批艺人，也是最早一批撕破脸闹解约的。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新朋友还想着上节目签公司当大明星，醒醒吧！9年前我就梦过了。你们一定很奇怪，节目组怎么会让我说这个？因为他们更怕我去对面说。我今天管不了你们能不能共鸣了，我就是回来吐槽公司的。我很在意你们，但对不起，我憋太久了。审判正式开始。在公司那几年，真的是钱也没有，尊重也没有。我发微博吐槽公司，公司要罚我。一家搞吐槽的公司竟然不让员工吐槽，说公众人物这样发微博存在舆论风险，就10个赞。你不说我自己就隐藏了，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可以用小号发，我的大号它就是个小号，而且我的小号是用来给我喜欢的流量明星做数据的，那流量可大了。你用小号发真的合适吗？啊，每天露丝露丝我爱你，突然一个效果文化大坏蛋。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所有人都在吐槽，但只罚我停止演出，1年罚了我2次，1次罚了半年。每次杀鸡儆猴杀的都是我，我说就不能换只鸡吗？老板可能也意识到了，公司猴是很多，但鸡不可失。就安慰我说我是公司管理的底线，管不了我就管不了任何人了。原来我是主管。真的很委屈啊！忽然都在节目里骂公司，老板当没看见，我只是发了个微博，他就看见了，他都没关注我。那对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准我。我要解约，但主动解约要赔钱。签约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千里马，解约的时候我都忍不住问自己，这是千里马呢？有个朋友就建议我去社会上做点坏事，变成劣迹艺人，公司就会主动解约。我说以我的情况也只能成为劣迹素人，存留案底啊。我请了律师，整个过程律师就只会跟我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问题是我不想沉默，我想尖叫。律师问我最想要什么，他可以去谈。我说我要老板哭着跟我道歉。律师根据我的想法给我推荐了一个心理医生。我妈知道了以后就叫我表姐夫来开解我，因为我表姐夫进过精神病院。我表姐夫知道整个事情，他就说：“哎，你请什么律师，看什么心理医生啊？你就发疯啊！”我说：“我不会啊。”他说：“很简单的，我教你啊，你就说心里话。大部分人呢，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像是疯了。”
他像是那种电视剧里头疯的，就是别打我呀！我觉得我 get 到了。那天凌晨2点钟，我给老板发语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的心里话从来都不是脏话。我说我明天要去你办公室拉个大的。我是真的有这个冲动，老板也是真的很害怕，他第一次关心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儿，你要给我找事儿吗？他说你到底有什么诉求？要不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说我要你娶我。太傻呀！他确定我疯了。一个律师老半天搞不定的事情，3天时间解决了。我没想到法律没有给我自由，求婚给我了。我当年闹得有多疯，我今年回来上节目就有多尴尬。离开公司4年了，第1年我在想早晚倒闭，第2年我在想怎么还不倒闭，第3年我在想怎么才能体面的回来。我这种感觉就是我一怒之下想掀桌，发现掀不动，于是尴尬的把桌子抹了一下。这几年一直有朋友问我怎么不报节目，我说我不想再受线上的束缚。其实我心里在想，再等一等吧，等老板忘干净一点。今年为了报节目，我还接受了公司另一档节目主咖的编剧邀约，我想多给彼此一点时间，循序渐进。我写到一半，因为写得太好，老板主动来找我加微信，我们扫了一下，当面把对方从黑名单里拉出来。老实说，他当初答应我解约那3天，我怕他只是骗我的，我也没闲着。我通过企业系统查看了老板的手机号，这个系统会提醒他对方查看了你的手机号。我一天查看几百次，我还每天给他发信息。我当时真的偶像剧看多了，我说放我走吧，你们不要再伤害我了，我也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个我早就忘干净了，但拉回那一瞬间，我一眼看到这个聊天记录，他也一眼看到这个聊天记录。我赶紧给老板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说我把过去4年没给你的祝福都补上，后面4年的也先给你，就是想刷上去。因为我走之前还发了一句，我陈小静就上外面要饭，我也不可能回来。小丑，纯小丑。其实我无数次的幻想过我们再次见面的画面，我功成名就，老板来拜访我，在门口等了3天3夜。我说放他进来吧，我的保镖给他搜身，我说不得无礼。这可是叶老师。此时记忆里总是神采飞扬、运筹帷幄的叶老师，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慌张和挫败。他拉了下衣角，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终于开口：“救救我濒临倒闭的公司吧，小静姐。”我说一切过往皆为云烟，给我磕10个响头。回顾过往，我当年确实是自不量力啊，但我不会怪自己的，我怪哪吒。
坏哪吒。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信了。我以为人人都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原来只有哪吒可以。你有本事才是哪吒闹海，没本事那就是虾兵蟹将闹海，瞎闹。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内心从来没有后悔过离开公司。我自己开了编剧工作室，把自己养得很好。我觉得人一定要勇敢的离开会伤害自己的环境。等他改造好了再回来看看。啊，不好就去对面看看。其实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因为难免会有人说这个是内部梗，我觉得不是啊，这是我去了外部才会有的梗。还有人说像八卦，怎么会是八卦？这是我沉默的7年。要说八卦，其实我当年得罪了公司的中层和高层，那个中层现在是另一档节目的高层。人竟然可以同时走死2条路。那2档节目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我也不知道。怎么敌人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这次2边领导都主动找我加回微信了，终于有的选了。但我觉得哪里出的问题，我就回哪里解决，击毙你。所以人生是不会完蛋的，哪怕是过去看起来失败的战斗里，反抗本身也拯救了我。我知道我总是自不量力，但我愿意。惊为天海，夸父逐日，西西弗斯，小径回宫。太棒了，太棒了！小静太酷了，哎呀，我也有点看哭了。哎呦，小静真好。因为他这个纠结太久了。对对。来，各位抓紧时间，锁票通道。来，再次掌声送给小静。可以，小静厉害哦！哇，感慨万千啊！所以小静把憋着的话全说出来。对，就是其实也纠结很久要不要说，因为大家也摸不清说到底会被怎么看待嘛。明白，就感觉这些年的对于自个儿来说也是特别大释放。哦，对，很爽很爽。我现在其实比较关心叶老师是怎么看的。叶老师现在跟你关系特别好吧？啊，对啊，我特别感谢他的慷慨大方、大度有。哇，对，哎，这样说的话应该可以保证播出吧？我就怕。那肯定是。叶老师现在是不是几天跟你不见，他就会说我是想你的叶？大老师你在干什么？没有，我在踢他过瘾啊，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小静，在你这段表演的时候，我旁边的妮儿老师特别有感触，一直在说演得太好，演得太好了，演得太好，是很像话剧吗？对，而且很有实力啊。哦，谢谢。最终你又能回来，勇气是更令我佩服的。对，就是我竖2个大拇哥，我说真的很棒。我激活了22年的记忆啊！哦，对，就是我们当时录的过程中就听说，知道吗？小静带着律师冲进了公司啊，然后但是我并不知道原来背后还有就是很长期的、很孤独并且有点心酸的历程，所以你今天分享出来，我觉得
一方面很打动人，还有我觉得一开始是会为你感到紧张的，但是后面因为你自己也治愈了自己，而且完全站起来了，所以观众也为你感到鼓舞，我觉得很了不起。谢谢。我觉得就很有魄力啊，就是有魄力。对啊，无论是当初的绝对要离开，还是说现在自己要回来，我觉得小金一直在很坚定的做自己的选择。对，这样的气场呢，他又一直很强，他又很稳定。如果是我觉得我很难再去第二次踏入那条河，因为我觉得就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是的，但是你在里面重新找到了可能是一个载体，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你去把你的勇气放进去，然后去面对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勇气是我特别特别羡慕和特别喜欢的。真的是。谢谢。刚才周深说这个点特别靠谱，因为他感觉不是说后悔自个儿做没做正确的决定，他是让自个儿的决定变得更正确。就当时走的时候有点不顾后果啦，我不是很想会后果的人，就觉得必须得走。对。小金，我好喜欢你那段假想当中，当你成为一个大明星，他来求你的那段。你喜欢那一段？我非常喜欢。那你非常网文。不是，你去红果就能看到那样的东西，应该全是这东西吧？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谁又没有在压得特别低的时候做过这样的想象呢？而小静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想象拿出来，并且演得那么的气场强大，是哦，我太喜欢那一段了。我非常感动，因为作为一个同样在事业在职场上打拼了很多年的女性，我完全能够共情小静。而且我现在突然想到，应该在小静在跟你们公司在闹的那个时候，小静曾经做过我的编剧，她帮我写过一次稿子。那时候我认为小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编剧，但我当时不知道你在经历着事业当中可能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对面的那个人他在经历一些什么。然后我刚听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在想，原来我们走的每一步，他都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不管是过去经历的失败、痛苦，那么黑暗的岁月，他应该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是。如果还没有到的话，就那段路还没有走完，那个时间还没有熬过，那个山洞还没有穿过，但是它就是会过去的。太棒了，小静。说实话，咱俩在这一季初见面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我见到你很意外，小静，因为我和小静认识的时间应该是目前出场的演员里面时间最久的，所以当我看到小静又回到这舞台，我充满了小静，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很激动，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再次掌声送给小静，谢谢，厉害。来，小静休息一下。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让我感觉我做到了，我体面的回来了。是你做到的。其实回不回来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经常我是觉得，哎呀。我就是厉害了，然后我因为很多朋友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因为你又回来嘛，会不会说还会走？我觉得是会的。就当年可能不是什么，现在不是什么熹妃回宫，但是如果当初不走，熹妃会死在冷宫。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那些没有勇气做这种决定的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别害怕，其实不会怎么样的。然后其实公司也没有那么坏啊，因为我在外面遇到妖魔鬼怪也很多啊。谢谢大家，谢谢。回到自己的小组休息一下。哎呦哎呦，这个小块服务这个好啊！哎呦，这个擦椅子这个殷勤啊！好嘞，看到了，感受到了啊！那行，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啊！
4年了，我终于回来了，还是熟悉的舞台，熟悉的装修，熟悉的人。哦，这个不熟。这4年真是一路风雨，没有阳光。想要阳光，试试茄黄吧，每桶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茄黄，好熟悉的名字，快给我尝尝。果然，加了阳光番茄的汤底确实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这一组最后出场的，掌声欢迎山河。感谢山河带来我们上半场最后一场表演。谢谢老师。那么，让我们掌声再欢迎小快、小静、秋月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小静和山河，他们的分值分别是。要了命！祝贺田小静196。陈小静，西飞回宫，回宫，成功！第1次晋级。那也就意味着小快、小静不用被分开，你们的组将会继续往下打下去，2位同时晋级。二哥真好，真好，真好。我的天哪！终于出去了。拿这个。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我又给你混起来了，又给我混起来了，这是复仇的女人，让你可以啊！哎，今天跟昨天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哎呀，是啊，都可以靠在椅子上了。哎呀，真是，应该也不会有人说咱俩这坐姿不端正了。应该没人吧？那这雅座。小静回宫，要补个口红吧。晋级了，还是要注重一下美貌。很奇怪，今天这个点都不困了，你是不是胃也好了？我一下子没毛病。原来这才是胃药啊！哎，成功才是最好的胃药。哎呀，哎呀，真是。想过今天是这个赛果不？感想不？赛前不是很感想。那块儿哥就是先出的你的片儿吗？那会儿啥心情？我坦白讲，比我想的要低，但是我想我演成这样呢，人给分就不错了，还要求什么呀？小静看到块儿哥分数出来的那会儿呢，我就觉得耶，赢了。他可能不了解规则，他不知道我赢了，也有可能待定，你知道吗？他可能不了解规则，对。第1次晋级！恭喜！大家替我开心，给我拥抱，为我流眼泪，都让我觉得很温暖。晋级了！哎呀！讲了这么多年，第1次晋级，哎呀，好开心啊！哦，哎呦，应该的吗？哪有什么应该的呀？松了一口气。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以前所有的时光都是过分单纯的那种。其实这个舞台是你热爱的，但你因为种种的原因离开了它。看这个舞台热火朝天的在发展，你内心一定是有失落、痛苦、不甘。我也要热闹的夏天。去年广智夺冠的时候，我就在日记里写，我说我希望明年我也能够参与进来。上来心脏就跳快了。现在回到这里，其实挺害怕的，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我想待在棚里，我想熟悉这个舞台。我还有8种病。踱步，就疯狂在里面绕圈走，打点一下关系，
舞台之神保佑我。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晓庆。怎么敌人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我是完全的把心掏出来，听到大家的支持的声音，我就觉得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祝贺陈晓庆196。咬紧牙关成就自己，小静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有时候觉得这个舞台就是神奇在这一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失败，也可以让你站起来。因为你的人生没有退路之后，就只能往前走。我俩已经 happy ending 了啊！就哪怕我过去做了很多蠢事，我觉得他也没有错。这场仗我好像赢了。人生是不会完蛋的，就一直勇敢吧。这是我的10年。各位好，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我是张绍刚，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16年，我在影楼修图吧。16年那个夏天，我在教游泳，晒得黢黑。 10年前我在上学，我在上高3吧。我在上大2，我刚刚研究生毕业，正在北漂。北京北漂演音乐剧，之前也干过无数份工作。如果没有脱口秀，我可能现在在干着婚礼主持。工地我会开铲车，在卖肉夹馍、卖卷饼什么的。还在物业上班呢，每天加班，精疲力尽，然后被 AI 淘汰。所以我应该是始终在那个人生的低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爬上来。第一次看脱口秀是在县城那个租的房子里面，当时是看的童梦楠、张博洋、鸟鸟、黄志。我在6年前的时候，先看到了王冕的表演。很多人都说我不能离开吉他，说我离开吉他就不搞笑了。然后看了之后就特别喜欢音乐脱口秀这个形式。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形式，感觉特别有意思啊！一帮人这个互相挤兑讽刺我，居然可以拍成节目。当时感受就是很 underground， 很小众，就是有一种莫名的魅力，你就觉得在台上逗笑大家挺酷的。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站在台上就一支麦，他能把所有人都逗乐。哎呦，给我笑的，那天晚上夜班下了都睡不着，心底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就感觉说呀，这个舞台我好向往呀。恭喜庞博获得了2017年脱口秀大会大王称号，祝贺庞博！让我们恭喜王冕，恭喜周奇墨，恭喜获完2022年度冠军！漫才兄弟，你们也是脱口秀2024最好的朋友，恭喜何广智！人能说话，我就觉得我也可以。那我也去试一下。我当时很毅然决然地放弃博士来讲脱口秀，因为我觉得我又抓住了一个我喜欢的事情，我这次不能把它放走。哎呀，我感觉救了我最迷茫那段时间。我进入脱口秀之后，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热爱的事。所以是脱口秀拉了我一把啊！对我最大影响就是让我能够养家糊口啊，让我有了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钱。干了这行之后，感觉更乐观，更容易想得开了。我觉得，因为遇到难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素材。脱口秀首先见证了我的进步，人生生活开始越来越好，好像又找到了自信。脱口秀改变了我对成功的看法啊，原来活得很狼狈也是可以骄傲的。脱口秀就是最好的东西，它能讲到你很老，哪怕你坐上轮椅了，你还可以上台去讲。最后再说一句，谢谢大家，我下班了。跟我同期的演员今年还在比的，好像只有贾浩了，他们都有各自的发展。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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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孟春。谢谢大家。让我们快乐的方式我们已经找到了，希望镜头前的你也是。我觉得像那个接力比赛，
我稳稳地交出了那一棒。我会继续走下去。有时候不用过早的给过去、给未来下定义，一切就是向前看。越过山丘，才发现倒也不是无人等候。很多机缘巧合让这帮人聚在一起，要做这档节目。嗨，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小杜。大家好，我是曹国。大家好，我是小派。我是崔月，陈小静。我是 Seven。丹尼。投资员。疯子豪。是然。谢谢各位，我是小齐。我叫李梦洁啊。我是小蝶。我叫连琛。我叫王毅。赵月。我叫鹿晗。周韩昌俊。大家好，我是山河你妈妈。我是姚明，大家晚上好。我是瑞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里面来，初心不改，蒸蒸日上，明天会更好。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第3季第1赛段双人成型赛上半场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待定榜单。哇！我们来看，现在有14位朋友待定：高涵、瑞瑞、冯子豪、世玉、Seven、侯志远、小杜、曹国、林琛、山河、秋月、李文、小蝶和王颖。希望刚才被拆散的这些朋友能够早日的重逢。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有4组保持原有的组的形态，还有4位朋友虽然晋级了，但是他们已经被打散了。每个喜欢脱口秀的朋友都是最好的脱友。这里还有一条给脱友的专属邀请：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每日演员盲盒翻卡活动，随机解锁演员小卡，还可以参与脱友认证线上答题，有机会解锁现场录制名额、演员周边、线下门票等福利。关注效果工厂公众号，获取更多的演出资讯。各位，比赛仍然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下半场再见。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体质不掉线，脑力不断电。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真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我们的第1赛段呢叫做双人成型赛，目前赛程已经过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演员朋友将继续争夺剩下来的晋级名额。脱口秀界好久没有这种紫微星下凡了，你每天啦啦呼啦啦，你真的很懂喜剧啊！只有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才会觉得跳舞的人是疯子。我要去上海、巴黎、东京、洛杉矶，猜猜少了哪里？年轻人真的很容易刺痛我们，被自己老哭了。即便你拼尽全力成为人上人，抬头发现上面怎么还有顶级和夯？麻了吧没麻呀？麻了吧没麻呀？麻了吧没麻呀？无话可说，很棒啊！西湖啊，我要去看脱口秀。欢迎大家来到脱友好好玩。朋友们速速逃离写稿漩涡，享受20分钟公园效应。这里没有稿子，只有乐子。哥哥长大。打架。中年人输就输在自己自信上。我们会摇出一组幸运儿，去完成一个又快乐又丢脸的挑战。本期流放任务，在电梯里激情热演，接到对象被分手电话，看块哥能不能抽到自己。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
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每周2中午12点，托游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合作生活托游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即将上线，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老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安阳喜剧、搞笑圈喜剧、后阳喜剧、来风喜剧、莱赛喜剧、蓝梗喜剧、是个喜剧、无名喜剧、喜剧联合国、跳海酒馆、北平机器、水果汤泉、Mix 岛、西西里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